李老板，刘警官，找我啊？我是来找牛三金的。牛三金，有事吗？他现在和一起行凶案有关，请你配合。牛三金，站住！牛三金，站住！ 这边。哎，师傅，你终于回来了。齐慧说他已经走了。我马上过去，走。他跟你说什么啦？他说有很重要的事情要亲口对我说。你让我跟踪黎兆祥的事儿怎么办呀？先把牛三金的事解决了吧，连夜突审。牛三金，知道为什么抓你吗？不知道。待会儿你就知道了。李浩哲，认不认识你面前这个人？是不是他用钉子刺穿了你的手掌？就是这个人，用榔头将钉子砸进我的手里，刺穿我的手掌。这算是故意伤害罪吧？刑法第234条规定，故意伤害他人身体，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管制；致人重伤的，处以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是用特别残忍的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以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是死刑。我这个手最终是否残疾，等医疗鉴定结果后就知道了。你认识这个小伙子吗？认识，他的手就是我给爆炸的。这个人你认识吗？认识，就是他带着刚才那小伙子来爆炸的。刚才那个小伙子的手，您认为是他自己不小心被钉子扎伤的吗？钉子是从手背扎进去的，没有重物敲击的话，一般实现不了的。那会是什么重物？榔头。为什么是榔头？因为当时我给小伙子包扎的时候，看见他拎的包里头有一把榔头，上面还带着血。是这个人的包？是的，就是他拎着的。喝点水吧，放松下心情。
我们在牛三金的公寓找到了带血的铁钉和榔头，现在需要你的 DNA 做一下对比。好，跟我走吧。哎呦，刘警官，你可来了！让你久等了。哎，那刘三金又犯什么事儿了？他这次可不是拿着烟灰缸砸人家脑袋那么简单了，他用榔头把铁钉砸进别人的手掌里。我看他是越来越嚣张了。那能办取保候审吗？我保证他随叫随到，只要符合法律程序都没问题。但是我得告诉你，这次铁证如山，想要脱罪，是一点可能都没有。你给我去办手续吧。好。洪桃六把李兆祥的东西给咱们，可是老板让咱找的东西还没有动静。我在想，洪桃六知不知道那个东西？洪桃六，您觉得他和李兆祥有仇吗？不管怎么样，李兆祥，你帮我盯着点儿。早上，李兆祥把牛三金保释出来了，这就放了？别担心，李兆祥这次这么着急请你们，肯定是为了安抚你。还有，老皮这个人太狡猾了，所以你最好撇开他，继续交易。如果这次能够抓到雇主，知道他们找贾明明要的是什么东西，也许真正的洪桃六就会浮出水面了。那个时候，你就可以从这件事中退出来了。你破案的日子，就是我接受审判的日子了。不要想那么多了。咱们今天打开天窗说亮话吧。你们要的钱我已经给牛三金了，他没有及时的给你们，是我的责任。我现在自罚一杯。哎，李总，好，李总豪气啊！哎呀，既然李总把话说这个份上，浩哲，我看这样，那不如咱把钱拿了以后去公安局，咱就把这案子撤了，啊，这事儿就过去了。从此以后啊，咱们大家就是井水不犯河水，多好啊！三金，跟二位朋友表个态吧。明天就给你们把钱打过去。2个小时，我只给你2个小时时间。2个小时之后，我要是再看不到钱的话，咱们法庭上见。哦，对了，我要雇主亲自把钱送过来。等你们想好了，发短信给我，约定交易地点。等一下，兄弟，东西得交给我们，并且保证没有备份。放心，我说话算话。哎呀，李总，不好意思啊，这小子挺倔的，我看看他去啊。哎呀，那你慢用啊，回头有什么事儿咱们电话联系啊。再见，再见啊。坐下。李总，这事儿我跟您解释一下。李总，你这几脚算是把我踹醒了。我跟着您这么多年了，换来的就是这几脚。你都不怕我到刘洪涛那儿去告发你，
就说是你让我找的这2个人去杀的贾明明，你到时候说得清楚吗？刘三金，你应该知道，我从来就没有雇凶杀过人。既然钱能解决的事儿，你何苦在这儿多事儿？对你有什么好处？可你别忘了，钱是从你公司账上转出去的，我可1分钱都没拿。只要我把钱给他们，你说得清楚吗？你什么意思？这么多年了，我跟着您鞍前马后，给您办了多少事儿？我图什么呀？就图您1个月给我发2万块钱。您去打听打听，地铁站里要饭的1个月也挣万8千了，2万块钱，把自己后半辈子搭进去，不值当吧？这样吧，我给你涨工资。这不是涨不涨工资的事儿。那你想怎么样？这100万我要了，如果你还想花钱免灾的话，再拿50万。你他妈疯了！我是疯了。不过你考虑清楚，你只有2个小时考虑的时间。三姐啊，我突然间觉得你说的很对，杀人这么大的事儿，谁也不可能拿自己的下半辈子开玩笑吧？香哥，其实没什么事儿，咱们只是让人去要 U 盘了，咱们并没有雇凶杀人的意思。看来你还是没明白我的意思，我根本就没雇凶杀人，我怕什么？我找人向贾明要 U 盘，这事儿我承认，没什么好隐瞒的。但是，至于你是怎么跟那2个人说，我就不清楚了。因为那2个人是你找的，对吧？你的意思是，雇凶杀人这事儿，想往我头上扣了？你跟那2个人的关系，我不是很清楚。你跟那2个人怎么说的，我也不知道。李总，别忘了，那钱还在我手里攥着。钱是借给你买房的，借据还在我手里呢。刘三金，你只有2个小时时间考虑。
怎么了？哎，怎么了？糖什么了？这是糖？什么糖？什么糖？哎，牛三金，哎，牛三金，赶紧的，牛三金出事了！牛三金，怎么回事？他刚才就说糖，对。他有糖尿病，快送医院！黄总，最新消息，李兆祥的司机牛三金死了。怎么会突然死了呢？江湖传闻，说是洪涛六下的手。你帮我继续打听着点洪桃六的事儿。我明白了。为了配合你们的调查呢，我让我的员工把我的办公室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该收拾的收拾，该清理的清理，尽量给你们的调查创造一个良好的调查环境。好一个清理啊，也包括清理牛三金嘛。牛三金什么意思啊？牛三金死了，你不知道吗？死了？怎么会这样啊？你是真的不知道啊？我怎么会知道啊？不是，他还欠着公司100多万呢。你说他这死了，我找谁要去？我太倒霉了，这个。他怎么会借你们公司那么多钱？他说他要买房，这我就放心借给他了。他也是公司老员工，这借条还在财务放着呢。哎呀，这不信你们可以去查呀。我这是工作太忙了，就没法陪你们查了。哎，那个小许，快带2位警官去查查，好吧？警官这边请。你们先去吧，啊。好，那个招待好2位警官啊。早已知道消息的黎兆祥表演着自己的震惊，其实心中暗暗庆幸，洪桃六帮自己解决了一个威胁。感谢老天爷呀！南郊3环路某商场地下车库发生一起胰岛素中毒事件，一名男子因过量注射胰岛素，当场死在自己车里。据悉，死者系兆祥地产后勤部长牛三金。牛三金？爸爸，我要玩下你手机。乐乐，爸爸有事情，有正经事儿啊，去玩点别的啊，乖。好吧。去吧啊。牛三金。看来这件事儿确实跟洪桃六有关系。洪桃六显然非常清楚牛三金的情况，他知道牛三金有糖尿病，也知道他打胰岛素的规律，甚至知道牛三金当时是有应酬的，还知道牛三金在喝酒的中间还要再打一针，所以就调换了他的包，加大了他的胰岛素剂量。牛三金这条线一断，黎兆祥肯定是死活也不会认账的。这个黎兆祥会不会就是洪桃六？
黎兆祥如果是洪桃六，他肯定知道你和老皮杀死贾明明的事情，就不会让牛三金对你进行刑讯逼供了。那也许表面上的一切都是伪装的呢？反正这里面肯定有问题。王半成，我听说牛三金是洪桃六弄死的，你知不知道？知道。你给我打电话到底什么意思？洪桃六到底是不是你？话可千万不要乱说。我不认识洪桃六，也不知道他是谁。但我听说洪桃六就是刘洪涛，你可以找他问问。如果真的是你，咱们什么话都好说。真的不是我。好了，既然你不承认，那也没办法，打扰了。如果刘洪涛就是洪桃六，那他妹夫做的事，到底是不是他的意思？怎么样？齐慧茹怎么跟你说的？走吧，去找黎兆祥。李总，什么事儿？有2位警官找您。让他们进来。黎兆祥知道秘密藏不住了，明白该来的总会来。哎呦，刘警官，找我有事吗？李老板，齐慧茹已经把你们俩的事儿都告诉我了。你别以为牛三金死了，你就可以高枕无忧。我们现在怀疑牛三金就是被你杀人灭口的，请你跟我们回局里协助调查。好吧，那能不能临走之前，我跟刘警官单独说几句话？什么意思？请黄警官回避一下。没事，他玩不出什么花样。是你打开，还是我帮你打开？还是你打开吧。啊！李老板，这是干什么呀？你不是？我当然不是。那你是？我是警察。你现在又多了一项罪名，企图贿赂刑警。带上钱，跟我走吧。是不是你让牛三金去向贾明明讨要齐慧茹的艳照啊？我从来没让他干过这件事儿。那牛三金车里的100万现金怎么解释啊？我不是说了吗？他买房向公司借了100万，我有借条为证啊。我就知道，你一旦知道牛三金死了以后，你就会抵赖到底。我希望你想清楚，贾明明死了，贾明明家小区的视频监控管理员死了，牛三金也死了。案发当天，贾明明家小区门口的视频监控全部被删除了。牛三金的死并不是意外，有人偷换了他的包，把他平时治疗糖尿病的胰岛素加大了剂量。这一系列的事情都发生在你答应齐慧茹向贾明明讨要照片之后发生的。我们完全可以相信，这些案子全部都是你干的。你凭什么这么说呀？啊，你们有什么证据啊？这是你的手机吗？我们在你的办公室里发现了这个手机。
洪桃六是我们警方一直在追查的连环杀手，他最擅长的就是将谋杀伪装成意外。贾明明的死，牛三金的死，还有他们小区里面视频监控管理员的死，全部都是这种情况。再加上这个短信，我完全可以怀疑，就是你雇佣了洪桃六，制造了这一系列杀人案。不是这样的，哎，不是这样的，我根本就不认识洪桃六啊，我更没雇他去杀人呐。我只不过是找刘三金，找人向贾明明要齐慧茹的艳照，别的我什么都没干过。你说你不认识洪桃六，那他为什么替你擦屁股？我哪知道啊，他肯定是疯子。他一共和你联系过几次啊？2次，一次是他通过一封匿名信，把齐慧茹的艳照交给了我生意上的竞争对手黄半成，黄半成转交给了我。第2次。就是你看的这个短信。我给你一次机会，你怎么证明你自己不是洪桃六？刘警官，我就是拍了点齐慧茹的艳照，我根本没必要为了掩盖这事儿去杀人吧，更没必要为了掩盖杀人去杀更多的人吧。我没疯啊。那。以你和贾明明的关系，我们是不是可以怀疑你们俩是一伙的呀？你就是贾明明卖淫组织的上线呢？哎，不是的，贾明明的事情我根本就不知道啊。你为什么要给齐慧茹下药，并且企图强暴她？这都是牛三金出的馊主意。那个时候齐慧茹就快崩溃了，准备向你坦白一切了。这牛三金说，既然齐慧茹害怕艳照，那他肯定，害怕出现新的艳照。只要我们能弄出新的艳照，肯定会封住他的嘴。我不就干这事儿了吗？可是我不是没干成吗？你知不知道牛三金雇佣的是什么人？老皮和李浩哲。你确定？我确定。洪涛，现在知道是牛三金让老皮去找贾明明，但是还是没有查到洪桃六，你打算下一步怎么办？虽然老皮受黎兆祥的委托，但背后还是有一个洪桃六参与了进来。小黄先不用知道。这样他才能陪着我演戏，去调查老皮背后的洪桃六。爸爸，你这是干啥？哎呀，爸爸今天带你出去玩去啊！哦。咱们今天呢，有可能就不回来了啊。在外边住了啊。哎，带你吃好吃的啊。哎，带你吃大餐，爸爸啊。皮老师这是要去哪儿啊？我是出去带孩子遛个弯儿。遛弯还带着行李呢？这孩子东西不是多吗？老实告诉你吧，李浩哲已经被我们抓了。我想和刘警官单独说话。可以。哎，乐乐，跟阿姨在这待会儿啊。哎，爸爸有点事儿啊。阿姨玩会儿啊。刘警官，你到底想怎样？该说的话我以前都跟你说过了，我不会把你怎么样的，放心。既然明白了，那就跟我们走吧。好。老皮知道，刘洪涛主要是来调查牛三金死亡的事情后，把去见贾明明的内容隐去。其他的事情都交代了出来。我说的都是真的。我和李浩哲呀，就是想诈牛三金一笔钱而已。贾明明的死跟我们没有关系。
你是说你们根本就没有去过贾明明的公寓？没去过。你听说过一个代号叫红桃六的人吗？没听说过。你们敲诈牛三金多少钱？一张艳照那要多少钱？到底是多少？1500块。1500块构不成刑事立案，我看还是放了吧。我看还是请示韩队吧。那就请示。放人。韩队，牛三金雇佣老皮和李浩，这需要验照是事实，他们也都承认了，但他们说他们根本没有去过贾明明公寓，这只是一面之词，能相信吗？我觉得我们不能这么轻易把他们放了。可我们现在没有证据证明他们俩杀人了。要是找到那段丢失的监控录像就好了。可问题是，我们不是还没找到吗？即使找到了，也要证明他们确实进去过贾明明公寓，而贾明明也确实死在公寓里，这样我们才能对李浩哲跟老皮提起公诉。洪涛，你觉着呢？那就先找证据。李兆阳他们被抓了，都是一个色子，把他给害了。李兆祥的照片是洪涛六寄给咱们的，咱们又还给了李兆祥。你说，警察会不会怀疑到咱们跟洪涛六有什么关系？有没有关系，让他们查好了。我先下去了。对了，黄总，你说这洪桃六为什么要把照片寄给我们？我说过，洪桃六是个鬼，不要轻易去猜他的心思。知道了。洪桃六这么做到底为什么？难道仅仅是想让我赢？黄总，李洪涛他们过来了。好，我去看看。哦。好，刘警官、黄警官，我们又见面了。是啊，想必你也知道我们来找你是为了什么事儿。茶我都备了好久了，就等你们来喝了。啊，不用了，还是去喝我们公安局的茶吧。啊，也好，我跟你们走。这么说，黄老板是根本不认识洪桃六吧？我已经说了，你们尽管去查。那说说你和黎兆祥的关系吧。这你们都知道，兆祥地产和天成地产是咱们市最大的2家地产开发商。我和黎兆祥，也就是商业竞争的关系，没有别的什么关系。那你觉得为什么洪桃六会把照片寄给你啊？也许他是想让我赢黎兆祥一回吧。我们最近正在争一块地皮的开发权，黎兆祥比我更有实力。哦，那我是不是可以怀疑，你是因为一块地皮杀死了贾明明，然后又杀人灭口的杀害了监控管理员周瑞，这样
就可以让李兆祥背上雇凶杀人的罪名，然后你再用验照去胁迫他，把地皮让给你。为了一块地，杀那么多人，这么傻的事儿，你觉得我会去做吗？我还是那句话，你们尽管去查，我比你们更想知道红桃六是谁。给李兆祥发短信那个号码是无证卡，已经注销了。估计要钱只是吓唬他，目的是为了不让他节外生枝。唉，最近对黄半城的调查也没什么进展。特快专递上的寄件人地址和联系方式都是假的，但是黄半城本人最近和几件案件都没什么联系。黄半城也算公众人物，平时时间怎么安排很好查。这几件案子在案发的时候，他都有不在场的证据，所以黄半城本人是红桃六的可能性根本没有，除非红桃六不是一个人。反正红桃六已经给李兆祥发了要钱的短信，相信他很快就会有所动作。哎，对了，为什么不管是李兆祥还是老皮，我们每次去抓他的时候，他们总是要单独跟你说几句话？他们跟你说什么了？他们都是在确定我是不是红桃六。哎呦，师傅，你别这么说了，你回头又和红桃六扯不清了，你回头自己都弄不明白，我们都糊涂了。不会的。还有那个谁，齐慧茹，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哎，我告诉你啊，我不这么认为。齐慧茹很真实的把一切都告诉我，说明她很真心想坦白这一切。她说的对啊，尊严像她这样的女人来说，那就是命。她现在是连命都不要了，她已经完全放弃自己了，却还不知道前面的路该怎么走。现在对她来说就是最危险的时刻，对吧？如果她身边的人能够多给她一些宽容还有理解，那她还有可能找回原来的自己。你的意思是，他还能做个好人？他从来就不是坏人啊。做个好人行，做个好女人不行。哦，我懂了。你真懂？看来吃人嘴软不敢回嘴嘛。那以后大赛还得继续吧。要继续，要继续。多吃点儿。这么说，老皮把照片给了红桃六，红桃六又把艳照寄给了李兆祥的竞争对手黄半城，目的就是让黄半城赢了李兆祥，拿到那块土地的开发权。你说这个红桃六是不是个疯子啊？他绝对不是个疯子。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艳照根本就不是他想要的东西。那他要的会是什么东西？这个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件东西一定和贾明明所在的组织是有关系的。哎，你可答应过我的，不让贾静静走，不能食言啊！我绝对不会食言的。现在红桃六还没有浮出水面，你还得继续做卧底。他替你和老皮擦屁股，一定有他不可见人的阴谋。那下一步打算怎么做？盯紧老皮。黄半城虽然有嫌疑，但一直没有证据，已经把他给放了。现在李兆祥也已经到了羁押的时间，明天呢也要把他放了。我觉得红桃六还是会再出现的，而且李兆祥可以引蛇出洞。你说的很有可能，但一定要有十足的把握。明白，我会注意的。好吧，李老板，你自由了。
多谢二位关照，后会无期。财务一会儿到我办公室，其他人该干嘛干嘛。李总好。干活吧。师傅，我想不通，为什么红桃六会选择这么封闭的环境交易？也许红桃六是想通过网络来遥控李兆祥。已经快5点钟了，红桃六不会发现什么了吧？再等等看。师傅，你不能去！我不能让这照片流传出去。坐下！都给我坐下！我是警察，坐下。箱子呢？箱子在。箱子呢？哎，我的箱子刚才还在这儿呢。见了鬼了！我一直盯着他。不是见鬼了，有些人只需要1秒钟就可以让箱子消失。刚才整个的过程，我们给了他太多的1秒钟。电脑上出现图片的时候，我跑过去拉电闸的时候，还有我正在拉电闸的时候，我们给了他太多的1秒钟。是服务器中木马病毒了。看来是红桃六病毒。想让这些图片还有视频一点都不扩散到网络上是不可能的。你是让红桃六跑了？谢谢啊。到底怎么回事？电闸是我拉的，跟我师傅没关系。行了行了，小花，你别替我顶着了。电闸是我拉的，所有网吧的人都可以作证。英雄救美是吧？你知不知道你们放走的人是谁？是连环杀人犯红桃六，而且他这次依然用的是你放出去的红桃六病毒。你让督察的同志怎么想你？你也别忘了，这是红桃六病毒第2次被使用。
我凭什么相信第一次不是他干的？队长，小黄，好了，你坐下，别说了。我不管督察的人怎么想，让他们查去吧。我现在想的是啊，这个洪桃六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找黎兆祥要10万块钱？按照咱们对他的了解，洪桃六的真实目的绝对不会是为了钱，而且不会是10万块这么小的数目，这不符合逻辑。那你分析分析，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的真实目的很可能就是齐慧茹的性爱视频。你是说洪桃六跟齐慧茹有私仇？不，洪桃六如果和齐慧茹有私仇的话，那他选择报复的方式太多了。他完全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就把齐慧茹干掉了，他不会选择公开性爱视频这种方式。所以我想，这洪桃六很有可能是和贾明明的卖淫组织对着干的。公开性爱视频就能和卖淫组织对着干？是这样，这个组织我们一直叫它卖淫组织，但是我们也都清楚，它绝不是简单的卖淫组织。张义林，土地局局长的官员身份，齐慧茹高级女白领的身份，以及这个组织严密的做事逻辑，都告诉我们，这个组织就是一个专门针对权贵人士、提供女性的一个机构。韩队，如果贾明明的组织就是这样一个组织，那么他们一定会对看上的女性进行精心的包装，一旦包装失败了，这其中的损失可想而知啊。所以洪桃六才播放性爱视频，破坏齐慧茹的包装，从而使这个组织受到巨大的损失。没错呀，张义林坠楼的事件就是一个例证。这个洪桃六他到底要干什么呀？他为什么要这么干？还有一个问题，他为什么要针对我？因为你长得帅啊！快结束！小慧主播，你对现在网上流传的你和林兆祥的性爱视频怎么解释？对不起，请让开。看意见，我什么都不知道。小慧主播，你为什么从电台辞职？是不是因为这样视频？说两句。哎，我求你放过我吧！喂，你干什么？他逼死人是不是？是不是？哎，走开！别走呀！走开你们！黑可，谢谢你安慰我。以后你还是离我远一点。你说什么呢，小慧姐？我不许你说这样的话啊！我楼下可不是那样的人。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可是我怕我连累你。怎么会连累我呢？不会的啊。会的，一定会的。静怡姐，客观一点讲，你现在靠近齐慧茹，你自己也会被媒体追踪的。不光是你，连你哥哥刘洪涛也会被媒体追踪的。虽然他们不会乱写，但是我们挡不住别人去乱想。这对你、对你哥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我劝你，为了你，为了你哥，你还是离他远一点吧。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他现在正是需要安慰的时候。我的话虽然不好听，但是很客观。你们做警察的，是不是都这么冷酷无情啊？也许吧。至于你，齐慧茹，刘洪涛帮过你，如果你还感激他，你就应该主动离他远一点。离他远点儿，就是对他最大的回报。怎么样？还跟我继续比下去吗？我来就是想告诉你，那块地皮我不要了，归你了。我打算去国外待上一段时间，过几天清静日子。没准以后这生意也不做了。我早说过，没有我办不成的事儿。黄兄啊，别高兴太早了，啊！你除了地产生意，还有别的生意，别人不了解你，
我李兆祥对你可是了如指掌。你和贾明明的事儿，他多多少少跟我说过一些，所以他的死100%跟你有关系。可惜刘洪涛也没查出来什么呀。没查出什么，并不意味着查不出什么。你既然不是洪桃六，那你可就要小心这个洪桃六了。他把照片寄给你，让你转交给我，并不是为了帮你争夺那块地的开发权，而是要把警察的视线转移到你这儿。我说过，一切尽在我的掌握之中。这话我以前也经常说呀，可惜呀，还是在小河沟里翻船了。还是要感谢你啊。不过你这一走，我还真有点舍不得。我又何尝不是呢？你说咱们做了那么多年敌人，分手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敌人也可以是亲人呐！啊！你答应过我说3天之内找到杀死我姐嫌疑人。3天时间到了，可结果呢？对不起，让你失望了。你骗我的，对吧？其实你根本没有能力抓到杀死我姐的那个凶手，因为你就是杀死我姐那个凶手的帮凶，你就是杀害监控室管理员并删掉那天录像的那个洪桃六。你凭什么这么说啊？外面的人都这么说。那就让他们说去吧。你答应过我，说3天之内要是找不到杀死我姐的凶手，就代替我姐照顾我，让我住到你家来，继续监督你查案。刘洪涛，你该不会食言吧？我今天就要住进来。我答应你的事情，绝对不会食言的。我住哪个房间？随便你挑。啊，对了，临走之前，我要送你一件礼物。不会是要害我吧？绝对是好东西，只可惜我拿不到了，但是我希望你得到。这个张义林手里边有一个东西，牵扯到很多政府官员。如果你能得到这个东西，那就能控制这些官员。那么无论你的地产生意还是其他生意，都将因此而受益。可惜呀，张义林死了，我也不知道那个东西到底在哪儿。哎呀，不过还是要真心感谢李老板啊！不过这个事儿我也早就知道，这个贾明明能把我的事儿告诉你，也就能把你知道的告诉我呀。女人呐，啊，女人呐。师傅，有新的情况。华阳小区有住户反映，楼上敲敲打打的，好像在装修，吵得不得了。后来物业去调解，对方态度还十分恶劣。后来一查才知道，那套房子所有者是刚刚坠楼身亡的土地局副局长张义林买的。物业也奇怪，去年刚装修好的房子，今年又要装修，连承重墙都砸了。装修队谁安排的？张义林的老婆吴向芳。师傅啊，我一直在想，如果打电话给吴向芳报信儿，说张义林在宾馆嫖娼的女人就是贾明明，而吴向芳又知道贾明明会被干掉，她没有理由去包庇贾明明啊。即便她和贾明明都是相关的涉案人员，我们还是查不到她呀。确实不能排除这个可能。这就是吴向芳的家。对，吴向芳在城里一共有3套房子，一套就是刚才说的华阳小区那套。还有一套是西山的高山流水的别墅，还有一套就是这儿，也就是张义林生前和吴向芳一直住的地方。走吧，上去看看。好。就是这间。有意思啊，华阳那套房子在装修，这套房子也在装修。敲门吗？
不用，吴向芳肯定不在这儿。现在首先要找到吴向芳在哪儿。走吧。3件事。第一，老板在网上看到了那个女孩的性爱视频，老板表示对你很失望。张艺林的事儿已经让咱们损失惨重了，这回的性爱视频更是失去了几千万的生意机会。你该好好反省一下了，看看生意还能不能继续做下去。第二，老板要的东西必须尽快找到，老板不希望再有什么恶劣的结果出现了。第三，张艺林的事情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你必须尽快把生意做回来。性爱视频的事儿，我很抱歉，我会反省。那东西我正在找，目前还没有下落。至于生意，我也很想尽快做起来。你们也知道，贾明明死了，他手里的女性资源名单，我现在还没有找到。重新建立一批资源，那需要时间啊。你请老板放心，我比他更希望赶紧把生意做起来。对了，还有一件事，张艺林的老婆，你要注意一下。这个女人最近有些行为异常，她知道张艺林的许多事情，可能东西就在她的手上。替我谢谢老板的指示，我会调查的。告辞了。老板的压力让黄半成明白，挤走一个黎兆祥，自己的处境并没有平稳下来。贾明明的东西依然是重中之重。师傅，好像是跟什么人见面吧？你跟进去看看，别暴露自己。明白。哎，吴女士你好，啊，请进，请进。陈刚呢？他什么时候来啊？看来吴女士特别想见到陈律师啊。你到底是谁？你想干什么？您别介意，这是我的名片，请笑纳。师傅，你肯定想不到，吴向芳见的人是老皮。老皮，职业讨债人。没错。他们进了包间，具体聊什么，我没法知道。你先回来。好。吴女士，我老皮的讨债业的口碑，就像陈律师在律师界的口碑一样，自打入行以来，从来都保持着零败诉率。我欠什么人钱了吗？没有，我真的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知道，陈刚欠了你的钱。到底想干什么？吴女士，我知道你老公张艺林死了，你特别想和你的旧情人陈刚重归于好，对吧？你这人真有意思啊！我的事需要你管吗？哎，吴女士，现在我们讨债业啊，这个生意不景气，我呢也只好主动出来找活干。现在我能告诉你，我不单能够帮你要回陈刚欠你的钱，还能帮助你和陈刚重归于好。如果你愿意的话，就让我替你来做这件事儿。你怎么知道我和陈律师的事？我们干讨债业的，自然会有我们的门道。既然你主动找到我，看来你很有信心啊。请放心，
我老皮在陶烈的口碑，那是你可以打听的。说吧，你想要多少钱？按照行规，10%的佣金，事儿不成的话，分文不取。师傅，他俩假装不认识，肯定有见不得人的勾当。这样，我送你回局里，然后咱们俩分头行动。你再去梳理一遍老皮的底细，查得越细越好。我去找吴向芳聊聊，看看能不能摸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好，没问题。